这2名战俘被钢丝吊着，只能不停垫着脚尖，一旦停下，他们的生命便会就此终结。这里是关押苏联战俘的集中营，人命在这里根本不值钱，随处可见被拖走的尸体。这名刀疤脸军官为了测试皮鞋的耐磨性，逼迫这群战俘光脚穿皮鞋，在沙场上跑步，从早跑到晚，直到活活累死。每双皮鞋都会经过耐磨测试，再送往前线。类似于这样残忍的测试，在这所集中营内还有上百种。只要在这所集中营内待上几年，再牛逼的战俘也只能乖乖认怂。然而偏偏有一位战俘是个例外，他叫尼古拉，在这所集中营内已经被关了3年，曾7次试图想要逃跑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他的嘴比钢铁还硬，尽管已经遭受了多次折磨，但仍然闭口不提自己的名字以及军衔。德军的高层对此已经束手无策，便决定当着所有战俘的面将他活活吊死，以此杀一儆百。这时刀疤脸军官提议，反正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让他死得其所，让他操控自己国家的坦克，来给我方坦克当活靶子。这样做不仅能提升我方坦克的作战能力，还能找出坦克之王 T-34的弱点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案，高层们欣然接受。随即，刀疤来到牢房，尼古拉一听这个要求，果断拒绝。刀疤直接拿枪顶着女翻译的脑袋，看着心爱的女孩即将死在自己的眼前，尼古拉被迫只好答应了这个要求。看到屈服的尼古拉，刀疤一脸得意。当年就是他亲自将尼古拉抓到这所集中营，他脸上的伤疤也是拜尼古拉所赐。在3年前的一次战役中，那个将坦克当车打的男人，给他留下了不少的心理阴影。虽然这次战役他们有6辆豹式坦克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尼古拉将坦克潜伏在暗处，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就是现在。仅用了1发炮弹，直接干飞了德军2辆豹式坦克。第2发干飞第3辆，这次攻击后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只能迅速撤离。可敌军的坦克已经瞄准了他。但 T-34采用的是60度的倾斜装甲，加上80毫米的防御厚度，一般炮弹根本打不穿。在这场战役中 ，T-34成功实现了1打6，可战场上哪有打不坏的坦克？最后双方的坦克都已接近报废。当尼古拉将队友从坦克中救出时，没想到德军的坦克中还存活1人。这人正是现在的刀疤脸。表面上，尼古拉看似答应了刀疤的要求，实则想通过这次演练逃出这所集中营。这是苏联的坦克之王 T-34，60度的倾斜装甲，80毫米的防御厚度，能够扛住绝大部分的炮弹，高达8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，在战场上如同鬼魅。但就在今天，德军将1辆报废的 T-34送到战俘尼古拉面前，军官要求他要在1个星期内修好，然后到模拟战场上当活靶子。这样做就是德军想通过模拟实战，以此来找出坦克之王 T-34的弱点。看着熟悉的 T-34，尼古拉知道越狱的机会来了。刀疤脸军官让他在战俘中挑3人作为队员，看到其中有曾经跟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，尼古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。当他们到 T-34坦克内部清理时，发现里面还遗留有战友的尸体。看到战友的勋章，尼古拉小心翼翼地捡起来。这时他突然发现，战友临死前用尸体藏了6枚炮弹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尼古拉迅速制定了一场越狱计划。他将炮弹藏在战友的尸体内，假借埋葬战友的尸体将炮弹藏好，接着他们便开始维修坦克。在此期间，他将集中营内的布局画在沙盘上，和队友们一起商议本次越狱的过程。但现在还缺了一项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逃跑地图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就算逃出了集中营，也很快会被抓回来。很快7日一到，他们修好了发动机，清理掉坦克身上的铁锈，1辆翻新的 T-34闪亮登场。军官看到后很满意。另一边，尼古拉已经和女翻译商量好，他偷偷来到军官的办公室，成功拿到了逃跑地图。这时一名士兵正朝这里走来，女人见状，伪装成刚亲热完的样子，打消了士兵的顾虑。随后女人带着地图离开了这所集中营。这时德军的演练已经开始，军官们都站在高楼观战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尼古拉正从战友坟墓里挖出了那6枚炮弹，随后便将 T-34开到丛林深处隐蔽。当德军的坦克出现在他们视野中时，1辆豹式坦克直接报废。这一幕直接给军官们都看懵了，他们哪里来的实弹？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 T-34的炮台已经对准了他们。趁军官们没反应过来，
T34一路横冲直撞，朝着集中营大门开去。他们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子底下冲破集中营大门，扬长而去。尼古拉开着坦克去接女友，可把旁边的老太太看晕过去。接着他们来到加油站，将 T34加满柴油。当然，收银员也不敢收费。最后一行人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辆 T34坦克开进了城市，把路上的行人吓得四处逃窜。巡逻的城管已经举手投降，主动交出枪支。卖菜大妈也主动捐赠蔬菜水果。酒吧老板也是亲自送来啤酒。饿了这么多年，他们这还是头一次吃饱饭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烧掉了囚服，继续踏上这条回家之路。但德军怎会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们？突然一发炮弹袭来，打中了，但没有完全打中。随后 T34一头扎进了树林，就这样消失在树林深处。德军迅速封锁了周围所有公路，并且还动用直升飞机，不顾坠毁的危险，让驾驶员将飞机下降到树林高度，终于让他发现了 T34的踪迹。他立即下令连夜前往前方小镇埋伏。另一边，尼古拉认为大家聚在目标大，决定将坦克开进湖里，然后大家分头逃走。可队员们并不想丢弃坦克，那是他们的信仰，更不想和队长分开。深夜，尼古拉查到不对劲，他迅速叫醒还在熟睡的队友。这场战斗恐怕是凶多吉少，他只能让心爱的女友先走，随后再与他会合。他们刚驾驶 T34来到小镇，就白白挨了一发炮弹。T34急忙开进了一条巷子，没想到正好遇到了德军另一辆坦克。炮弹经过反弹打进坦克内部。这时又有3辆坦克将 T34团团包围，只要一动必死无疑。投弹手主动请缨帮队友开出一条血路，他爬上了敌军坦克。T34抓住机会穿墙而过，没想到在墙体后方还有一辆坦克，2辆坦克背靠背。现在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，他们拼命调转炮台，生死在此一举。最后 T34领先一步开火。这场战斗一直从黑夜打到天亮，现在只要能穿过这座桥，他们就能重获自由。此时他们就只剩1颗炮弹，没想到刀疤脸军官已经在此等候多时。2辆坦克同时开炮，这场战斗就跟3年前那场一样，只不过这次拿枪的换成了尼古拉。刀疤拼命爬出了驾驶室，眼看刀疤即将跌入悬崖，尼古拉伸出手想给他个体面的死法，可这时刀疤突然松开了手。一名战士最高的荣誉就是能够战死沙场。随后几人带着死去的同伴，一路来到草原和女孩会合。电影至此结束，我是用心，我们下期见。